君君，妈妈快死了，你能不能来看看妈妈？你死关我屁事！害我跟你过了3年苦日子，你就该死！周俊，你妈都死几天了？要不是我发话，再不来就把你的情况反映到你大学去，你是不是连你妈的骨灰都不要了？要不是怕麻烦，我才不来这破地方踩一脚泥。你妈3年来没日没夜摆摊给你陪读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他自己愿意当苦力，怪我喽？我爸是做大生意的，后妈是女高管，还有我亲奶奶可疼我了，我要他江宁以来管，他累死都是自找的，活该！一个混账，眼盲心瞎！他们要是真爱你，会算计让我拿走你的抚养权？哈哈，现在可算彻底没人管我了。兄弟们，上线开黑！他怎么了？终于意识到他真的没有妈妈了吗？终于知道心痛了吗？奶奶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？可饿死我了！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周俊对我不满已久。俊俊，咱们复读1年，肯定能考上重点高中。那又怎样？我就知道跟着你倒霉。爸，我想上高中，妈不理解我，你帮帮忙嘛！儿子别怕，爸花点钱给送到6中去，只要钱到位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听见没？我爸说了，花点钱就能送我去6中。6中？那是全市口碑最糟的垃圾高中！闭嘴！我看你就是嫉妒我爸给我好资源。俊俊，重本，你考上重本了，妈妈这3年的心血总算没白费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要不是我爸给我买进口补老药，请名师押题，就凭你天天熬烂破白菜豆腐汤，我能考上？俊俊，妈妈掏心掏肺的付出，比不上你爸爸的小恩小惠吗？少在这里假惺惺！要不是你非要争抚养权，拖累我，我早就过上幸福有钱的生活。我不值，我不甘，我短暂的一生，凭什么要因为这个不孝害子咽气？你要理你的，别带上我，穷鬼！疼，灵魂怎么会知道疼？是周俊考后，我发现周丽阳出轨董家，坚决要离婚的那天，老天爷竟然给了我重选一次的机会。你说的对，我没工作没收入，法院确实不会把你判给我。江宁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找了个1月1万的工作吗？董经理心真黑，帮原配找工作，又帮他争取抚养权，一箭双雕，把碍事的人全踢出去，可不是吗？然后他再带着自己的亲闺女儿嫁过去，过干净清爽的日子，太牛了！那时我才明白，原来董家是公司的人事经理，我被他算计了。你死再多诡计，我也不跟你。狗屁1万1个月，哪家给保姆这么高的工资？你就是想骗我跟你去吃苦。是啊，在婆婆和周丽阳从小的洗脑下，我这个妈妈是全家最没用也没最没价值的人，就是一个值3000块的住家保姆。你爸开玩笑呢，他和你董姨经济条件好，你跟他们我放心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我了？傻孩子，妈这是为了你好。你董姨也是受过高等教育、高素质的人，她对你肯定会像亲生的一样亲。那是，董姨和我特别聊得来，她特别理解我，喜欢我，理解你游戏人生，喜欢给你送皮肤，夸你玩得好，那是想把你养成一个只会啃老、一事无成的废物。江宁姨，你少搁这阴阳怪气！你之前死活都要抚养权，不是说等董家再生一个，到时3兄妹关系复杂，不好相处吗？现在你突然改口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抱着摆脱我和儿子过自己的新生活，甚至让我净身出户的美梦呢。以前是我格局小了，对不起啊，周丽阳。我相信你会疼小俊，也相信董家能一碗水端平。周
周立阳，你和董家出轨的证据我手里都有，房贷我都不要了，我只要80万现金。江宁乙，你疯了吧你？你平时连买颗葱都要给我报备，你现在为了80万连亲生儿子都不要了？不是自诩最爱儿子吗？区财产还要跟我计较，我倒要看看，当着你宝贝儿子的面，你要怎么维持你那副儒雅好爸爸的假面具。爸，给他呗，反正你和董一能赚，但是协议里必须加一条不允许他探视，咱就当花钱买个清净了。江宁乙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想跟我赌气，行，这钱我可以出，你别反悔就行。你真唉，俊俊啊，看来在你爸心里对你也不是那么的重视啊，他根本不想花钱留你在身边呢。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舍不得钱？赶紧签字让他走啊！舍不得钱？哼，那就别怪我拿你心上人开招。哎呀，说到我那个工作，我好像听说也是一个姓董的人介绍。一个没任何工作经验的家庭主妇，却拿到了贺氏集团设计部主管的 offer， 我得去找老板问问。行了，闭嘴，让我考虑几天。考虑几天？怎么没过门就要问人家意见了？过几天我可就不是这个条件了。爸，你还犹豫什么？赶紧签了。就是，算你狠，我同意。走吧，现在就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。什么？见红了？佳佳，你别怕，别乱动，我马上来。爸，董一没事吧？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！哼，急了，我可不急。这一世，我没有儿子这个软肋。董家，你想再像前世一样让我带走儿子，门都没有。前世我30多岁为儿子重回职场，被当成笑话辞退，摆摊儿被大学生卷到身体垮掉，最后连骨灰都被扔进垃圾桶。重活一世，我要把我的短板变成杀手锏。听说贺氏集团总经理贺艳林单亲爸爸，正重金悬赏一个能照顾女儿生活又能辅导高中功课的高级管家，月薪5万。贺总您好，我是您公司内部推荐来的高级管家候选人，我叫江宁乙。哦，内部推荐，说说你的优势。我女儿马上高1，普通的保姆我可不需要。贺总，当年我高考652分，就算现在拿最新的高考试卷给我，我保证分数绝不低于这个数。听起来学习方面没问题，那家政经验呢？做了16年的全职住家保姆算吗？16年。我拿手绝活是单手抱娃炒菜、单手抱娃吃饭、单手抱娃拖地等，还可以睡梦中熟练泡奶换尿布。必要情况下，我还具备通宵不睡觉伺候闹娃病娃的超强续航能力。这个世界竟然会有这样的女子！现在立马去给我准备一份这个女人的资料。是。江女士，我家是个马上读高1的女儿，要是你有营养师、健康管理、家政服务这些证件，我想更有竞争力。好，希望到时贺总能再给我一个机会。缺证件，考就是了。老娘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学习的狠劲。高级药师园班刷卡，药膳班、按摩班一起报刷卡。不把这渣男的可刷爆，怎么对得起我在这段婚姻里当过的16年免费保姆？大姐，我们这是高端健身房，年卡很贵的，要不你去出门左拐的社区公园扭扭秧歌。叫你们这儿最贵的总监级私教出来。大姐别闹了，我们总监一节课要500块，最少50节起售。给我先来100节，今天就开练。哎呦姐，您里面请，我就是总监 Tommy， 保证让您瘦成一道闪电。怎么了？江宁，你这个疯女人，她拿我的副卡去买金砖了吗？一上午刷了我7万多。什么？7万多？周立阳，你不是说他净身出户，连件好衣服都不敢买吗？你赶紧停卡呀！停了，我马上停！这个不要脸的泼妇，老子要杀了她！周总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指教啊？江宁乙，你疯了吗？你凭什么刷我的卡？把钱给我吐出来！夫妻共同财产，我花点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是我辛苦赚的钱，你有什么资格花？我限你半个小时内立刻给我滚回来，马上离婚！行啊，把80万准备好。
少1分我就去董家公司楼下拉横幅，庆祝你们这对喜结连理。算你狠，民政局见。教练，请个假，我去离个婚。这是那个黄脸婆哟，打扮的像个狐狸精一样，给谁看呐？为了一点小事就要罢工，我和小俊不用吃饭啊？想饿死我们是不是？他不做就不做呗。这几天咱们点外卖可好吃了，尤其是这炸鸡，比他做的那清汤寡水的好吃10000倍。这就是我前世呕心沥血疼了10几年的好儿子。妈，您就别在我这儿白费力气了，还是留着精力去调教你那新媳妇儿吧。我都给你们家当了10几年免费保姆了，今天都要离婚了，您还不放过我啊？资本家都没您心狠。江宁乙，你个丧门星，难怪小军死活不愿意跟你。你看看你这副斤斤计较的嘴脸，哪个男人受得了你？妈，您搞错了，我就没想要抚养权，带走儿子让他和小香过逍遥日子吗？我没那么傻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故意把小俊留下来的，把他留下来恶心你们，看你们狗咬狗，我乐意至极。你个毒妇，造孽呀！老天爷怎么不逼死你这个毒妇？江宁乙，这是迁怒，咱们小军是无辜的，你连亲生儿子都不要，你就不怕他将来不认你，不给你养老？养老还指望他养老？妈，这还得谢谢你们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们天天在他面前诋毁我、贬低我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就我一个坏人。现在如你们的意，我决定做个没心没肺的孤家寡妇。这孙子，我白送给你们了，不用谢。周丽阳，不是喊我回来离婚吗？躲在女人裤裆里算什么男人？滚出来把字儿签了！哎呦喂，我的姑奶奶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小心着点，我的乖孙儿，可千万不能再出意外了。来，赶紧坐下。奶，你又不是没孙子，搞得像几辈子没见过小孩一样。再说他肚子里才多大点儿，是个球还是人都不知道，谁知道是男是女？哼，小军啊，阿姨前几天特意去查过了，医生说了是个男娃呢，你马上就要有个亲弟弟了。周俊，谁让你这么跟董阿姨说话的？没大没小，以后在家里别横冲直撞的，撞到你阿姨肚子，你赔得起吗？就是啊，小俊，你马上就是当哥哥的人了，要好好爱护小弟弟。快，把你脚边上那些垃圾捡一捡。捡个屁的捡，谁爱捡谁捡，全是惯着你们，老子不伺候了。反了！这无法无天，都是被江宁乙给惯坏了。哎呀，他还是小孩子嘛，等会儿我说他2句，他就是一下子接受不了。等弟弟生下来，你们感情好，他会理解的。佳佳，你别生气，千万别动了胎气啊！妈，我不委屈，只要丽阳懂我就行。刚才周俊转身的那一瞬间，他盯着董家肚子的眼神，那嫉妒到发狂、阴狠毒辣的一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前世没等验出男女，我就傻傻带着儿子净身出户，念他小，不忍戳破那层光线，一个人吞了所有案子。在他眼里，奶奶时髦，爸爸体面，现在这层遮羞布我亲手撕了。行了，你们一家的戏我都看够了。财产问题上次已经谈妥了，80万现金1分不能少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去民政局。嫂子，哪有夫妻离婚不谈孩子，只谈财产的？就算急着要钱，小俊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以为大家刚才在狗咬狗的时候已经达成共识了。董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当然想小俊留下来，阿姨和丽阳也舍不得，只是作为女人，私心里肯定是希望孩子跟自己的。我真没想到嫂子会这么放心。这是跑来试探我的底线，威胁我如果不带走儿子，她这个后妈就要苛待他。真当我是前世那个软柿子？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带着一个女儿，也不是没经验的小姑娘，把孩子交给你调教，当然100%放心。装的挺像，耳朵都快竖到天花板上了。嫂子，咱们都是离异带娃，恕我直言，孩子跟妈还是好点。当年我带着女儿也很辛苦。董姨，你干嘛非赶我出去？你不是说你最喜欢我，想做我妈妈吗？你把你女儿带进我们家吃香喝辣，现在怀了孕却要赶我出去跟着这个穷女人吃苦，你存的什么心啊？你再这样，我可不帮你了。董家一个带拖油瓶的二婚女，为了进门能不跪着哄你吗？现在人家肚子里装着周家的龙种，腰杆硬了，你倒敢拿教了？小俊，董姨哪是赶你啊？喜欢你还来不及呢，我这不是担心以后你妈不疼你，不管你死活吗？我有你们喜欢，你们疼就行了，少她一个不少。董小姐这么成功的后妈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3言2语就把继子哄得连亲妈都不认了，佩服，真是佩服啊！够了，江宁乙，我今天才知道你这么狠心，连亲儿子都不要，还在这里阴阳怪气，不就是要钱吗？我成全你。你可想清楚了啊！一出这个门以后，你跟小军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将来你老了病了，跪下来求我们也没用。尽情释放你们的负能量吧，这福气你们就在烂泥潭里好好享。丽阳，
她一个全职太太，结婚10几年没赚过1分钱，凭什么分这么多？以后咱们3个孩子要养，她倒好，拿了钱拍拍屁股去过潇洒日子，我不服。老婆，怎么你还想告我？我是公司元老，顶多就是把关不严，我还要告你简历作假呢。到时我在人事圈里通报你，你以后别想找到工作。当时这份工作是小姑子帮我介绍，一家子人早就在算计我，我也从头到尾没写过什么简历。董家不过是想欺负我没门路、没社会经验，恐吓我，没门儿。贺氏集团人事部经理，一个小三竟然大度给原配走后门安排工作，我相信贺总对这样的下属一定会好好的讲。你吓唬谁呀？贺总日理万机，你能有他电话？1314587。够了！我不跟你争了，你赢了。董家，你可得好好珍惜你贺氏集团人事总监的职位啊！很好，既然董家这么擅长收买人心，我倒要看看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和工于心机的他，到底谁更胜一筹。啊！爽，太爽了！不用伺候巨婴老公，不用看恶婆婆的臭脸，更不用给那个讨债的白眼狼当牛做马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有了这笔钱，我要做大做强。谁说做家政阿姨低人一等？老娘偏要在这个行业做到顶尖，当最高级的金牌管家，给你们这群烂人看看。江姐，你这毅力太恐怖了，短短2个月直接暴瘦15斤，简直像换了个人。早就在人生的谷底了，现在每走一步都是向上。江小姐啊，你现在的形象简直是我们店的活招牌，这改变太震撼了，刚好符合我们这期绝望宝宝蜕变季的主题。我们想用你的照片和视频打广告，再配合拍点宣传片。好啊，5万。江小姐，公司确实没这笔资金预算，要不我和小许商量一下，送你30个小时私教课怎么样？那很抱歉了，5万这个价我已经报得很低了。别，江女士，再谈谈，送50个小时，就当是看在许教练的面子上。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当我没见过男人，以为几节私教课就能白嫖我的商业价值。我的时间和价值不是用私教课来换的，3天内见不到钱免谈。是，江女士，我明白了。贺总，您怎么也成了这里的客户？看到广告我就觉得挺像你。看来你最近不仅在做身体管理，其他方面也没落下。营养师证、家政管理证、塑形培训证。贺总，为了您这份高薪工作，我可是不遗余力。好，快开学了，到时我约你上门正式面试。我和前妻都是事业型，聚少离多才走到离婚这步。我们2人要是有一个能像江小姐这样把重心放在家里，也不会分道扬镳。我前夫要是不犯原则性错误，我苦点累点也甘愿。只可惜人性贪婪。看来好男人好女人都在别人家。其实贺先生的婚姻是观念不合，缘分尽了，没有对错。而我要是早点独立强势，也不至于被人欺负。总之，展望未来吧。江姐，贺总的眼神都拉丝了，他可是钻石王老五啊，是不是想追你？追我？小许，偶像剧少看点。像贺艳玲这种历尽千帆的精英利己主义人，他的选择太多了。与其说他对我有好感，不如说他在考察我是否有上位者的野心和价值。这辈子我只想潇洒独活搞事业，男人甭来挨边。走，下楼。好你个不要脸的，我可算逮住你了！江宁乙，难怪你连亲生儿子都不要了。母亲是拿着丽阳的钱包养小白脸，你个不要！陈阿姨，你儿子出轨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管的是不是太宽了？搞半天是儿子出轨啊！这老太婆还恶人先告状，真不要脸！大家来评评理呀！我是带小军来看他妈的，你这妈是怎么当的？就算离了婚，也不能不管儿子死活啊！我怎么不管了？每个月的抚养费我没按时打给你们吗？那点钱够干什么？你必须每周来家里一趟，给孩子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。你有时间勾搭野男人，就不能回去关心家庭亲儿子吗？就是啊，当妈的心再狠，也不能不管孩子啊！老太太，
你再满嘴喷粪，我现在就报警告你诽谤。陈阿姨，才几天不见，你怎么变得跟骂街的泼妇一样了？别忘了，你可是自诩最前卫洒脱的新时代奶奶，还是歌舞团的领舞呢，当街撒泼，多没素质啊！没素质！奶奶，你干嘛非要来看他的脸色？嫌不够丢人吗？快走！小俊，奶奶这是为了你好，她不管你，以后怎么得行？你得意什么？你现在不管我，总有老的一天。长大了，我绝对不会认你。等你老了病了倒在床上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拔了你的氧气管。天哪，这孩子也太恶毒了吧！拔亲妈氧气管，这什么品种的白眼狼？大姐，这种儿子千万别要，谁养谁折寿。你这死孩子胡咧咧什么？我这傻儿子定是没看见，才离婚几天，他这养尊处优的奶奶就累得像老了10岁。要不是家里实在脏的没法下脚，怎么会厚着脸皮来堵我，让我回去当免费保姆？儿子，你可要一如既往的硬气下去。抱歉啊，小许，连累你看笑话了。江姐，那真是你亲儿子？嗯，亲的。这也太离谱了。这没什么，前世惨死我才明白，亲情再大也填不饱狠心的妈，更养不熟白眼狼的儿子。道理掰烂了胃，他咽下去的只有周家骨子里的冷血。这一世我不为了。贺总昨天突然问我，上一段婚姻处理干净没有？有麻烦可以找他。他那种人不会平白无故关心这个。江宁乙，真是你？看够了吗？难怪你连亲生儿子都不要了，离婚正合你意吧？是不是早就勾搭上外面的男人了？被害妄想症发作了，去精神科看了没？装什么清高？你现在瘦下来是挺美，竟然还勾搭上贺氏集团的贺总了。不过我劝你别做梦了，人家可看不上你这种生过孩子的老女人，人公司里倒贴他的年轻小姑娘多的是。周立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你好事呗！你把儿子丢给我，自己想去潇洒快活，门都没有。说吧，你们一家子轮番来找我，到底要我做什么？跟我回家一趟，有事儿要和你商量。你当离婚是儿戏？我跟你回哪门子的家？滚开！江宁乙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江宁乙，看看这是什么？你滚！你死在别回来了！你死在外面别回来了！你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滚！我们娘俩死了也不用你管！江宁乙，你发疯崩溃、丑陋不堪的视频，我这里可有太多了。你说，我要是把这些视频发给贺总看，他还会对你有好感吗？不知情的人看了这视频，只会觉得我粗鲁、冷血、不可理喻、没素质。可谁知道，那是小俊5岁得肺炎的时候。哎呀，不就是个感冒吗？你自己带去医院不就行了？真当自己是少奶奶了，什么都指望别人。医生，求求你先给他用药，我老公马上就来交费。家属，医院有医院的规定，孩子病成这样，爸爸人呢？老婆，我错了，让我看看孩子好不好？滚！我们娘俩死了也不用你管。怎么样，走不走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能恶心到什么地步。老婆，你还是回来吧。你走了后，我才明白，这个家没你是真不行。你现在变漂亮了，只要你乖乖跟我回去干活，咱们还能像以前一样过日子。
那董家呢？你不是要把他娶进儿吗？反正娃还小，他年纪大了，坐胎不稳，我现在碰都不能碰他。我们现在还没领结婚证呢。你在家带孩子做家务，他在外面上班赚钱，我两头都不耽误。你敢打我！人渣！野王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人家好崇拜你，以后玩游戏都要带我哦。那是，你哥我正冲国服呢，厉害吧？跟紧点，带你躺赢。哎呦，你们看我们家小军和小新多投缘啊，坐在一起就像亲生兄妹一样，这才有家人的样子嘛，不像某些人丧门星一个。妈，这地也太脏了吧，乱的都下不去脚了。我这怀孕了，万一滑倒怎么办？你到底收拾没有啊？哎呦，累死我了！我这把老骨头哪经得起天天伺候你们？江宁姨，你来的正好，以后你每周来家里搞一次大卫生，再把一周的菜给我买好备齐。小俊那点抚养费就不用你出了。姐姐，听说你想应聘贺氏集团贺总的保姆啊？哎呦，贺总可是半年前就开始找人了，多少有经验的人他都没瞧得上。你一个全职太太何必去碰壁呢？不过你这么坐吃山空也不行呀，不如接了妈这个活。真是没点出息！我还以为你净身出户离婚后能有多大改变呢，搞半天还是去给别人做保姆伺候人，你丢不丢人啊？江宁姨，你认清现实吧，你就当是为了儿子回来做点事儿。我们要求也不多啊，一周只来一次就行了。我当周立行怎么用过去的监控视频死活要逼我来？原来这一大家子是想继续免费来压榨我的劳力，把我当不要钱的钟点工。江宁姨，你别不知好歹，一个月就来4回，全当抵了1000块钱抚养费，你可不亏。是呀，比起以前一天24小时待机、带娃做饭、操持家务一把抓，这1000块确实还是便宜我了。我记得你们不是花了3000块钱请了个保姆吗？怎么，那个保姆不行吗？这外面的保姆哪有自己家人用着放心？奶奶，你还替那些人遮掩什么啊？都换了7、8个了，做事不行，这个不干那个不干的，动不动就辞职，真不知道一个底层保姆有什么好拽的。周俊啊，你请妈妈回来当保姆，伺候你爸和后妈这一大家子，你有没有想过妈妈的感受？这有什么？反正你都要去做保姆，就在自己家里做呗，至少在家里没人笑话你，别出去给我丢人现眼。我这个冷血自私势利眼的儿子，还真是从不让我失望。钱是为了他倾尽所有，我真是瞎了眼。可我现在的身价你们请不起，什么时候你们愿意出5万1个月了，我肯定回来。哎呦喂，姐姐，你是不是受刺激疯了？5万你还不自量力了，真当自己是金镶玉啊？你值这么多钱，做白日梦吗你？江宁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就算你真去贺氏应聘上了，你也干不了几天，早晚得卷铺盖滚蛋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这里不仅屋子脏，人更脏。瞧着吧，一堆极度自私的烂人聚在一起，家庭大战迟早得爆发。而我也决定不再手软了。My name is. Je m'appelle. I have a master's degree from. I have a master's degree in silos. Obtention à J'ai étudié à Paris et je parle couramment anglais, français et espagnol. 贺家需要的是能统筹家务并辅导孩子的高级管家，不是跨国谈判的翻译。下一位。贺总，人家虽然没有带娃经验，但是人家脾气好，能给您提供情绪价值呀。张助理，送客。这题根本就不是人做的，你们谁能解出来，我就让谁留下。这道题其实是障眼法，不需要用高中的微积分，用初2的相似三角形代入这个公式，你再看看。哇塞，原来这么简单！我们在学校老师讲了半节课，我都没听懂。阿姨，你好厉害！张小姐，我看过你的履历，名牌大学毕业，但却做了10年的全职太太，你能适应高强度的管家工作吗？贺总，正因为我做了10年的全职太太，所以我比任何都怕脏不怕累，统筹规划能力极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现在离异单身，无牵无挂，我可以100%将精力投入到雇主家庭，我的配合度绝对是全场最高。爸爸，就叫阿姨吧，她每一科都好厉害，一个人顶好几个，我就要她。今天的面先到这里，江小姐，回去等消息吧。
贺总，好巧，待会儿有空吗？我想请您吃个便饭。贺先生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您是不是收到了一些关于我的视频？是，董经理确实给我发了几段视频，但我想听听你的说法。董家，你果然在背地里捅刀子，想拿我过去崩溃的丑态断我的路，做梦！贺先生，那视频里像个疯骨子一样砸东西咆哮的人，确实是我。10年婚姻，婆婆虚荣刻薄，拿小恩小惠抢我儿子，前夫伪善出轨，靠踩我找优越感，儿子被他们洗脑成白眼狼，连亲妈都看不起。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我活得就像一个伤痕累累的困兽，我找不到出口，只能无能的嘶吼。虽然可怜又可笑，但曾经的我确实糟糕透顶，我没办法，也不打算逃跑。谢谢。喝点热茶。谢谢您给我申诉的机会。既然董家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本来不想脏事。贺先生，我知道现在的职场不以员工是否做小三来衡量其业务能力，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一个雇主会愿意聘用一个情绪不稳定、容易崩溃的管家。但是又见不得我好，设计让我资权，企图用这些视频砸我的饭碗，逼迫我回去给他们那一家烂人做免费的老妈子。贺先生可以不用我，但也请您慎重考虑一下董家此人在公司的品性。这是什么？这里面除了董家为了逼我离婚伪造的 offer， 还有他和我前夫周立航的聊天记录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面涉及董家为了讨周立航欢心，利用他人事部经理的职权，暗中行贿贺氏集团采购部的负责人，违规将你们公司的部分耗材替换成了周立航代理的劣质产品。这是源头产品供应商的真实价码表。周立阳作为贴牌的3级分销商，董家这么一通暗箱操作，贺总，您这1年来无形中至少为这对男女多支出了300万的冤枉成本。江宁乙，当初你拿着高学历的简历跑到我面前自荐当保姆，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吗？借我的手报复你的前夫和小三？他竟然以为我是心机深重、处心积虑利用他的人。贺先生，我理解您对我的防备和误解，但我要把话说明白。首先，我接受且尊重我这份职业，它是我慎重考虑后的人生规划眼力。其次，我和周立阳、董家的恩怨，离婚那一刻在我这里就结束了。若不是他们这么逼我，您不会听到今天这番话。这么说，就算我知道了这套证据，如果你不拿出来，就纵容我每年亏损几百万？是，我不会说。哦，贺先生，我只是个懂得维护自己权益的女人，不是正义使者。周立阳他们不来惹我，我又何必给自己树敌？毕竟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。再说，贺氏集团每年亏损几百万，那是您内部管理出现漏洞，是您用人不察。你别紧张，这件事本来就与你无关。作为一个商人，这点格局我还是有的。只要贺先生不误解我就好。事情我了解清楚了，感谢江小姐今晚的坦诚。鸡蛋绝对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贺艳林是个精明的商人，他未必会用我，但那又怎样？我江宁乙的后半生绝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，我靠我自己一样能杀出一条血路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人事经理，谁给你们的胆子动我的东西？我给的胆子。贺总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董女士，这是公司对你的辞退通知以及律师函。你在职期间以权谋私，违规安插亲信，并多次收受供应商周立阳等人的回扣，给贺氏造成巨大损失。不，贺总，我没有，这都是诬陷。证据确凿，光是赔偿金就足够掏空你全部身家。如果你填不上这个窟窿，就等着进去吃牢饭吧。把他赶出去，贺氏不留蛀虫。贺总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怀着孕呢，贺总。贺氏集团总经理私人管家，月薪6万。江小姐，收到通知书了吗？这多出来的1万是我对之前误解你的歉意。贺总，您的诚意让我受宠若惊，但我必须坦诚，您心思深沉，您的这碗饭我怕我端不稳。宁乙，薪水我给的可能不是业内最高的，但我家的人际关系绝对是你目前能找到的最简单的。我白天简单的人际关系，自由的支配时间，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。贺先生，成交，合作愉快。
甜甜这次期中考试进步了整整100名，宁姨，你功不可没。贺先生过奖了，甜甜本来就很聪明。这是我让法务重新拟的合同，服务期限改成了10年。至于你最近入股的那家嘉诚公司，只要不影响贺家的工作，我全力支持你创业。谢谢老板信任，我绝不会让您失望。江小姐，外面有一家子人吵吵嚷嚷，非要进来找你。那个男的还自称是你前夫，那个胖小子说是你儿子，简直像一群无赖。哦，他们居然找到这儿来了。队长，麻烦你等我2分钟。走吧，去会会这帮跳梁小丑。老婆，你还没睡醒吧？乱攀什么亲戚？快，小俊，叫妈呀！看看你妈现在多漂亮！你真是我妈？你不是在给有钱人当保姆吗？是高级管家，你也大了，眼睛要放宽点，与时俱进。哟，大姐，听说你现在1个月6万呢，比很多公司高管的工资都高啊！6万，1个月赚6万！我说这位大婶，你看起来比我们江小姐都老10岁，这声大姐你怎么好意思喊出口呢？没了贺氏高管的光环，又要赔公司的钱，他现在连做保养的钱都没了吧？真是活该！你每个月赚6万，就给小俊1000块的抚养费，这绝对不成，至少给女人留1万钱顶天了。你给一个女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5万，陈飞荣，打压了我10几年的婆婆骨子里竟然无知贪婪到了这种地步。你不会以为我曾经做过你媳妇儿，你短暂的拿捏过我，就可以一辈子掌控我的人生吧？你少扯这些没用的，就算离婚了，你也是小俊的亲妈。你赚的钱不给亲儿子给谁？难道你要带进棺材里吗？就是啊，你把钱给我奶奶保管，以后我长大了还认你这个妈，还给你养老。不用了，我已经不是你妈了。哭啊！快按咱们在家商量好的说，不拿钱，你以后就只能吃土。妈，我跟你走吧，爸和奶奶根本就不疼我，他们只喜欢董一肚子里的弟弟。等弟弟生出来，我肯定没好日子过了。妈，她是个坏女人，她背着奶奶和我爸，天天骂我嫌弃我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她只偷偷给她自己的亲生女儿吃，还偷偷塞零花钱给她女儿。我在那个家里过得好惨啊！你给我钱，带我走吧。周俊，你变了。什么？变得会演戏了，可惜演技太差。我还是更喜欢你以前那副为了你爸冲我大吼大叫有骨气的样子。别让我看不起你。你生气什么？不就是一个6万1个月的臭保姆吗？当别人都是傻子呢！我才不稀罕用你的脏钱，恶心！这就是我前世豁出命去爱的儿子。陈飞如和周丽阳从小的教育真是太成功了。宁姨，你别生气，小俊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小孩子不懂事儿。闭嘴！别来我面前恶心我！上次在车里挨的一巴掌还嫌不够疼是吗？队长，报警吧，他们聚众讹诈。江宁野，你真做得绝啊！我问你，董家被贺氏开除，还要赔那么多钱，连我的供应商资格都被取消了，是不是你在背后搞的鬼？他自己一身漏洞，贪得无厌，还需要我搞鬼吗？周丽阳，你以为你们那点破事儿能干净到哪儿去？好啊，周丽阳，我看你前妻现在有钱了，变漂亮了，你后悔了是不是？你害得我工作都没了，现在想抛弃我，没门儿！我告诉你，我肚子里可怀着你们周家的种！哎呦呦，老婆你轻点，我怎么可能看上她一个保姆？不给钱就把小军带走！你甭想一个人在外面吃香喝辣，我们不管了！这个恶毒的女人！
求之不得。只要你别凑上来，你就永远不用看到我。还敢动手伤人？警察马上就到了，你们谁也别想跑！算你狠，江宁乙，我看你能风光得意到什么时候？妈，我们走。周俊刚才说的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，董家那个自私的女人绝对容不下他，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。怎么搞的？对付几只苍蝇也能把自己弄烧？贺总放心，苍蝇已经拍死了，一点小伤，不影响我明天给甜甜做早餐。少逞强，资本家也不差你这一顿早饭。走，带你去医院。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软组织挫伤，这几天尽量少走路，别负重。谢谢大夫，我知道了。这叫没大碍，都肿成馒头了。那个周家真是不知死活。宁毅，要不要我出手教训一下周立翔？贺总打算怎么做？我只要在行业内透个风，他那个2、3线的代理商资格明天就会被取消，供货商断货，银行抽贷，不出3天，他连要饭的碗都端不稳。我若是真想弄死周立阳，前世就不会被逼到那个份上。但我现在更想要自由。你还顾念旧情？旧情，我巴不得他立刻消失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如果真把他搞垮了，他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周俊那个烫手山芋最后会落到谁手里？你是怕法院重新判定抚养权，把那个小狼崽子塞给你？我可没那么傻，我现在有高薪工作，有大好前途，凭什么要为了逞一时之快，给自己找个祖宗回来供着？就让周立阳和董家继续被周俊吸血吧，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你呀，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。伤得怎么样？要不要我把家庭医生叫到别墅去？这几天专门看着你。没事没事，小孩子手劲小，真不影响。明天甜甜的早餐我照样能做。我可太怕他得罪我前夫一家来闹事，影响了我的工作评级了。6万的月薪，我得捂紧了。爸爸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你是不是喜欢江怡吧？甜甜，别瞎说。我才没瞎说呢。其实我也觉得江怡比外面那些往你身上。江怡做饭好吃，辅导功课又厉害，还能手撕渣男，多酷啊！就你话多。他竟然没有否认。和贺燕玲在一起，还是算了吧。这老狐狸心眼子比蜂窝屁还多。我刚从保姆班的婚姻里爬出来，可不想再跳进另一个豪门的火坑，搞事业它不香吗？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贺总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甜甜明天还要上补习班呢。好，回家。江怡，快来帮我拍照，这里的风景太绝了！来了来了，咱们甜甜就是最美的小公主。重生的感觉真好，不用起早贪黑伺候那一家子吸血鬼，不用面对周俊嫌弃的眼神，我自己赚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哎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卡卡卡，什么破手机？董家，给我转500块钱，我要买个新皮肤，还要点一份豪华披萨。500？你当我是印钞机啊？你爸的生意现在被合伙人坑了，货款收不回来，家里连买菜的钱都快没了，你还买皮肤？你装什么穷？你以前勾引我爸的时候不是挺大方的吗？现在你肚子大了，觉得稳坐钓鱼台了，就开始苛待我了是吧？我告诉你是我爸的，你就是个倒贴的货！你这个白眼狼，你吃我的喝我的，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妈！哎呀，小孩子嘛，想买个皮肤怎么了？董家，你也是，跟个孩子计较什么？你那个包随便卖一个，不就够俊俊花一阵子了？你让我卖包给他充游戏？妈妈，我饿了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！你个拖油瓶，天天吃我家的白饭，这平板也是我爸买的，你凭什么用？还给我，那是我的！我让你用，我踩碎了也不给你这个东西用！啊！周俊，你疯了！小心！
妈不给我钱，让你妈不给我钱，让你跟我抢东西。今天就让你知道，在这个家谁说了算！你敢碰我女儿，我杀了你！滚开你个老女人！你还真把自己当周家女主人了！我弄死你们两个！妈妈，血，好多血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先打我的。孩子，我的儿子！哎呀，我的大孙子啊，造孽呀！抱歉，李昂。爸，我错了，我不想坐牢。报什么警？你疯了吗？孩子没了可以再生，俊俊可是我唯一的根儿，你想毁了他一辈子吗？唯一的根儿，周丽阳，你好狠的心！我要报案！有人故意杀人，我要他一辈子有案底，一辈子烂在牢里！贺总，求求您让我回公司吧！周丽阳那个混蛋跟我离了婚，一分钱都没给我。我女儿现在吓得不敢去上学，还要看心理医生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求您看在我在公司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我一口饭吃吧。董家，你当初利用职务之便给周丽阳输送利益，导致公司损失，我没起诉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都是你，江宁怡，你这个狠心的毒妇！我做了什么？要是你当初离婚的时候把周俊带走，我和丽阳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肚子里的儿子就不会死，我女儿也不会被那个……凭什么你现在活得这么光鲜亮丽，我却落得家破人亡？董家，事到如今，你居然还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。周俊犯的罪，自有法律来惩罚。可是你呢？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当初你为了顺利嫁进周家，暗示你的女儿去讨好周丽阳，去讨好周俊。我那是为了让她早点融入家庭。放屁！你身为一个母亲，不仅没有防范意识，还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你巩固地位的筹码。你把她往狼窝里推的时候，有想过保护她吗？你胡说！我胡说？家里经济紧张，你舍不得给周俊花钱，却偏心自己女儿。你明知道周俊是什么恶毒性格，我真为你女儿感到悲哀，有你这么个自私透顶的妈。董家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是别人的错，不得不说你人品堪忧。保安，把他赶出去。之前我说让后勤部给他安排个普杰主管的位置，现在收回。贺氏不要这种不知悔改的人。贺总，不要啊！算了，贺总，你想帮他？我不统领他，他罪有应得，就当是给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赎罪吧。他离了婚，没了工作，那个看心理医生的女儿还得活下去。我不要你假好心，江宁怡，你别得意太早。怎么一个人喝闷酒？担心你儿子？不是，我甚至觉得这个结局挺好。若是我前世，若是我离婚时非要争取抚养权，带着那个天生坏种，我想今天我的结局绝对比董家还要凄惨百倍。至少董家现在还有命在，而我可能会被那个白眼狼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清醒。之前在医院，甜甜的建议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贺先生这是觉得我工作太出色，不想再支付每个月6万元的管家费，想找个免费劳动力了吗？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念野，我不差那点钱。我欣赏你的能力，你的坚韧，这个家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主。贺总，根据你之前跟我说过的离婚原因，你的前妻是个工作狂，所以你现在是想找一个以家族为重、能全意照顾你和甜甜的妻子，对吗？是，我需要大后方绝对安稳。但我不是贺艳林，我有我自己的事业。家政公司的股份只是我职业规划的开始，我才刚刚从保姆般的绝望婚姻里脱离出来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自我，我不可能，也绝不会再以一个妻子的名义跳进另一个名为家庭的牢笼里，去当一个高级保姆。宁野，咱们两个老狐狸，要想往前走出一步，真的很艰难吧？做一辈子的好雇主、好合伙人，不也挺好吗？这么久以来，贺艳玲对我的好感、宽容、体贴，还有不停的小试探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但我不想退让，如果为了爱情要牺牲我的事业，那我宁愿拍拍屁股，付上巨额违约金走人。好，合作愉快，江总。妈，现在他这副被人收拾得服服帖帖、惨兮兮的样子，比以前那副油腻嚣张的嘴脸要顺眼多了。妈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，你骂我吧，这里面太可怕了。周俊，你不吃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今天才知道，只有你最爱我，都是奶奶和爸爸的错，是他们老在我面前说你的黄脸婆，说你是个没有我一次机会吧。妈，你笑什么？你是原谅我了？原谅？你想多了。周俊啊，周俊，你真是有奶就是娘啊！你简直是个天生的反骨仔。谁不能给你好处，你就咬谁。我没有。你爸周立阳虽然是个自私的蛔虫，可他在你干完坏事后，到底是为了保你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。可是你为了讨好我，为了让我救你出去，转头就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你爸和你奶奶身上。不得不承认。我江宁以生的这个儿子，天生就是长了一副狼心狗肺，你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。妈，不要走！好好改造。身后的哭海声一点点熄灭，我踏出监狱大门，阳光砸在脸上，暖的，亮的。从今往后，那些捆了我半辈子的枷锁彻底断了。我是江宁以，只做自己的王。